Hello， 同学，大家好，我是蚊子。那我这一个单元呢，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色铅笔、调和笔，还有抛光笔 burnisher， 还有我们的 blender。这一支 blender， 它这一支就是调和笔，然后这一支 burnisher， 它这一支就是抛光笔。那我这个地方我会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两支我们可以怎么用。那至于需不需要使用到这两支，看同学就是自己做决定哦。因为我在美术社还有淘宝上面因为这个不便宜哦，就是它的包装是2支抛光跟2支那个调和笔，然后还有一个小的削铅笔机，还有一个小的橡皮擦，然后这样是240哦。那如果说你再加上运费的话，可能就要300多块。所以其实你们可以衡量看看，你们需不需要购买。其实我很少用到这2支，所以你看它还这么长，就是几乎好好的。其实我很少用到，可是因为我在露珠那一个单元啊，就是因为我有用到调和笔，那因为有同学在询问调和笔这个，所以我想说那我来教大家就是这2支笔怎么用。所以你们就自己衡量看看，你们觉得好用不好用，需要或者是不需要哦。然后这里我需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调和笔的话，它通常是用在我们的油性色铅笔哦，它不会用在水性色铅笔上面，因为水性色铅笔其实它如果需要融合的话，其实你用水调，就是用我们的沾水笔来做于它的晕染啊，它的效果就很好了。所以其实水性色铅笔它不会用到调和笔这个东西，而且它的效果没有那么好，是因为水性色铅笔的话呢，因为它也是它算水粉类，它算粉状哦，所以你如果用这2支笔调上去的话，它的粉尘很多，而且很容易造成我们的纸张破皮，所以其实它会用在油性比较多。色铅笔的话，我现在用这是 Prisma 的那个色铅笔，那它颜色它没有很多，它也只有就12色，因为我主要就是示范就是调和颜色这样子，所以我想说就是用最简单的颜色来做调和就好。我这里有先画了几颗，就是已经先上色好了。那我这边的话，我等一下就是我会用2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如果说没有调和笔的时候，我们用色铅怎么来调和我们的颜色。那还有如果用调和笔的时候，它会有什么样的效果。那我这边有分，就是有3个颜色的，然后还有单色的。因为我没有做那么多颜色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同学啊，他的色铅笔他没有那么多的颜色，他可能就是像很单纯的就是一般12色的色铅笔。那如果一般的12色色铅笔颜色没有很多的时候，就可能就是有些可能需要加深啊，那颜色可能就不够啊，所以这里我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同学说一下。好，那我们先从我们的第1颗开始，第1颗就是我先画好了。那我在这里要先说一下，就是像同学在画的时候，就是先不要很用力，就是先轻刷，然后第2层、第3层慢慢上去。否则，如果说你把它颜色加得太深、太过于饱和的时候，如果后续你还想要再上颜色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比较不容易上。那我们先以第1颗来看，第1颗红色、黄色跟绿色。好，那如果说我想要把它加深颜色的时候，因为我这个都大概就是上3层，那上3层的话，我现在如果说以我暗部的地方，
再把它稍微加深，然后我现在想把它来做一个调和。调和就是你们可以拿你们的白色的色铅笔，就是我们最常用的白色色铅笔。那我们现在先来做一个调和。用白色色铅笔的话，其实它会加一些白色上去，所以我们的颜色也会变得比较淡。好，我的第一颗，这是我用白色色铅笔给它做完的一个调和的效果。那如果说我的红色，我现在需要让它变暗面嘛？那变暗面，我如果想要颜色更深的话，以蚊子的做法，我通常我会拿红咖啡，就是一般我12色里面都会有的，它们可能会有红咖啡或者是咖啡色，那我就会拿红咖啡，然后红咖啡先上色。然后在我们边缘的地方，不要太用力的画它哦，你就轻轻的，然后稍微有点像画圆的方式，慢慢把我们的框加重。然后这时候啊，你再拿起你的红色，把它压在我们的红咖啡上面。然后这时候你可以用打圆的方式来画。其实这时候我们的纸张其实它已经不太粗糙了，因为我们的油性蜡笔它有蜡，所以其实上面它有一层蜡之后，其实你会不容易上色，但是你会比较容易就是把它推开。然后当我们上面这一圈画完的时候，我们要将下面绿色的部分，刚刚有稍微加了一些红咖啡的地方，一样用打圆的方式，然后慢慢去把我们的红咖啡跟我们的绿色做融合。然后这时候你只需要用你的白色色铅笔稍微去融合它一下。这时候就不用画到整个这边都画了，这样你会把原本暗面的地方都画掉了。那这样这一颗我们就可以先来加我们的高光。那记得加完我们的高光之后啊，要把我们的边框再拿我们的带针笔描黑，因为我们刚刚就是在使用色铅笔的时候，会把我们边框的线啊，就是会稍微就是把它给那个画淡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边框再描一次。
在我们的第一颗就是用色铅笔的方式。然后如果说我觉得我的边框好像还有点太过于亮的时候，这时候我不会用黑色去加哦，这时候我会拿一张空白的纸，然后刷上2B 铅笔，然后刷上2B 铅笔之后，拿着你用2B 再刷2B 铅笔的纸笔，在上面磨一下，把你的那个碳粉的那个墨，把它磨到我们的纸笔上，然后这时候我就会稍微在我这一颗的边缘处，就是在它黑色边框旁边，稍微加一下。你有没有发现这边就变暗了？然后这边也一样。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一颗就会变得圆滚滚的？好，那这是以色铅笔的方式来做，然后在我们这一颗，如果说我们要调和的时候，你要先拿你的调和笔，也就是这一支 Blender， 这一支 Blender 它调和过，因为它是无色，然后它含蜡，那它这一支调过之后，你会发现它颜色会比较鲜艳，因为它不会像那个白色色铅笔啊，就是可能会压淡颜色。但调和笔的好处就是说，它会让颜色更鲜艳，因为它就整个就是让这个红啊，它完全颜色融合的时候，而且压到纸张上的时候，其实它颜色就会变得很鲜艳。所以这里看一下，那这时候我们就大概稍微看一下我们的颜色够不够。如果不够的时候，调和笔你还可以稍微再加一下。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要来进行我们的抛光，用你的 burnisher 来抛光。那记得抛光之后，等一下我们要给颜色就不容易叠了，所以如果说你要抛光的时候，请记得这是最后一道手续，再来抛光哦。有没有发现它的颜色特别的鲜艳？不像这一支用白色色铅笔带过的，它会有白白的一层，好像有一层白膜在上面。那抛光过，就是调和过的话，其实它渐层的颜色会变得比较好看。可是如果你抛光之后啊，你想要加深颜色，我这里画给大家看一下。你就不容易加了，因为它上面那一层蜡啊，它就是会不让，就是比较不容易让色铅笔再着色上去，所以就比较不容易上色了。可是我们就会2颗会很明显的发现说，这一颗的颜色会特别的鲜艳，然后这一颗上面就会有白白的，因为这是用色铅笔来做调和，然后这一颗就是完全使用调和笔和那个抛光笔，然后这时候我们来做它的高光，然后一样，你也是要拿你的那个带针笔，把我们的边框稍微描一下，
那一样，如果说我觉得我想要让它变得更立体，我一样拿着我的，这是我的方式啊，就是你不一定要像我这么做，你可能如果你觉得说你想要用黑色色铅笔去把你的边框稍微再让它有一点阴影也可以，但是因为我用2B 铅笔的原因是因为它感觉起来它会比较透，它比较不会看起来就是黑黑的一圈。我就会在上面刷一下，就是淡淡的碳粉这样去刷它，因为这样它的阴影啊就比较不会说黑黑的一圈，看起来脏脏的。好，看一下有没有发现，这是调和笔做的，它一整颗就是圆滚滚的。所以调和笔跟抛光笔它做起来的效果就是它的颜色会特别的鲜艳。这一颗是色铅笔，这一颗是调和笔，哦，这样就可以比较得出来。然后再下一颗，这一颗我一样要来用色铅笔的方式做调和。那我这一颗的方式用的就是，很多人会使用的就是我上面暗部的地方。我是用黑色色铅笔来加重它。那如果说我用黑色色铅笔加重它的时候，它会有什么效果？我先用我的我用我的白色的色铅笔来做调和。那这时候你做完的时候，你还是一样，你要用你的红色稍微去刷它一下。好，那这就是我们用白色色铅笔在做调和的方式。然后好了之后，我来进行我的高光。那但是同学这边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就是说，这个红啊，因为它用黑色色铅笔加上去之后，它的红看起来就比较没有像这一颗这么鲜明。因为我这一颗是用咖啡红下去做颜色调暗，然后这一颗是用黑色，所以如果说我是用咖啡红下去做调和的话，我如果要再上其他颜色，我是还可以再上得上去哦。可是如果说我现在是用黑色上去加重的话，我可能你再怎么压，它就看不出来了。它颜色就是可能就是一直就是黑色。它就不容易看得出来。有没有发现我再加红色，它还是就是黑红的。然后这时候我来加高光，然后一样，我们都要把边框描一次。所以它的效果，色铅笔的效果就会变这样。那这就是色铅。然后你们看一下这一颗它上面暗部的地方啊，我是用红咖啡来加深它的颜色，所以它看起来就不会像这样会有点黑红的感觉。好，那我们来试看看这一颗。如果说我们用调和笔来做的时候，我们现在要来调和它的颜色。我家的狗狗在叫，它看到那个猫咪，它现在正在大叫。
好，那调和完之后，有没有发现它变鲜艳了，对不对？那它变鲜艳之后，我们再来进行我们的抛光。抛光就是这一支。好，现在它颜色就会特别的均匀，而且它会特别的鲜艳，就像这颗一样，它不会有像这样上面有白白的。然后一样啊，这地方就是，如果说同学想要一样像这边框啊，用黑色的，就是稍微去加深它。也你如果觉得你想要用黑色的色铅笔也可以，但是我还是一样，就是用我的那个2B 铅笔，我的碳粉，因为它的颜色比较就是灰阶，比较不会那么深。一样，我现在是先加，我等一下再来做高光，我就把它加在我的边缘地方。然后加好了之后，我来做我的高光。那一样，边框。然后同学这里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你在做边框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我们画到那个色铅笔啊、带针笔笔头要稍微清一下，不然它有时候会卡卡的，就是可能出水就没有那么顺。那你就要稍微清一下，这样。所以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像这个就是调和笔的，调和笔和抛光，这样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其实调和笔跟你用色铅笔抛光，它两种效果不一样。就是调和笔它可以让我们的颜色更鲜艳、更饱和，然后用色铅的话，它可能就会比较颜色没有那么，不会像这个看起来颜色这么鲜艳，然后整颗这么的光滑。好，那这个地方就是以那个3个颜色，就是比较多种颜色调和的方式。好，那我们来试看看下面以单色来讲，就是我有事先稍微就是先在底层画了一些纹路在上面，然后我们先来做第一颗，就是用我们的色铅笔先来着。如果说我的第一颗，我在蓝色这部分啊，我想要先加深，我们先试试看看，就是大家平常最会做的方式，就是先用黑色。然后同学在画的时候，就是尽量啊，这个就是不要太重了，你的黑色不要太重，不然等一下如果说你要做调和的时候，它会不容易，就是会比较不容易晕开，稍微轻轻做就好了。然后这时候一样要拿出我们的蓝色，通常我都是把它削尖来用，因为削尖的话，就是对于这种比较细节处啊，会比较好做。可是相对的，因为油性色铅笔它比较软，那比较软的话，它的笔头就会比较容易断。这是我们要用的蓝色去加深我们的黑色。下面也是一样，就是稍微带一下。好，那这时候啊，我就要用这一支白色的色铅笔。你看在你边缘的地方啊，记得要稍微就是去融合它，就是让它颜色比较没有那么深。好，然后刷好了之后，因为它现在颜色变淡嘛，那变淡之后，我们还要再稍微加一下。
你就会发现说，加黑色的时候，其实蓝色再加上去，其实它就是会这样的效果。好，然后这时候我们要来加我们的高光。然后要用我们的带针笔把我们的边框描一下。这样，这就是色铅的。好，那我们来试看看这颗，如果我用黑色。像这种暗部就是，如果你的色铅笔颜色啊，它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加深它？那这一种方式，它是用黑色，然后黑色完之后就要加上我们的用蓝色去压色。接着，我要用我的 Blender 来调，所以这里同学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像用调和笔的话，它的颜色就会比较鲜艳，因为它没有颜色，所以它调和的时候，它可以很容易的把它鲜艳的颜色带出来，也看起来也不会就是淡淡的。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它就会变成有点蓝黑蓝黑，这地方就会有点蓝黑蓝黑这样，但是它颜色就会变得特别的鲜艳，跟你用白色色铅调出来的就会两边有差别，而且它的纹路会特别的清晰。然后这时候我们要来抛光。那抛光好了之后，如果说你抛光完啊，你想要在黑色的部分这边加，它会不好上色了，所以记得抛光一定要最后做哦。你除非要很用力、很用力，你才有办法把蓝色再上上去。但其实它已经上不上去了，因为当你调和笔压下去的时候，它大概纸张饱和的时候，其实它已经不容易再上色了。你如果再继续上去的时候，它会变成有点一坨一坨的，也就是那个掉出来的，它已经不是，它会变成就是有一点黑色跟蓝色色铅笔，它出来的屑屑就会变得脏脏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做高光。所以这就是调和笔做出来的，有没有发现两边的效果差很多？这一颗会特别的鲜艳，然后这一颗它就会有一层白白的膜。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他自己喜欢的方式，可能有些人他喜欢这样子的宝石，或者是这样都可以。好，那如果说我不要用黑色加一样，像我刚刚告诉各位的，我如果说我现在我这地方。我换成用红咖啡来加深我们的蓝色地方，然后这时候我要用我的一样蓝色，所有的步骤都一样哦。当你上完颜色之后，你要用你的蓝色把它压下去。那这时候我要来用白色色铅笔来抛光，
也就是白色色铅笔除了抛光之外，顺便去调和我们这之间的颜色，就让它比较不均匀的地方啊，就是稍微让它有一点，就是看起来比较均匀。然后一样要用蓝色，稍微再带一下。那这里就可以发现说，哎，如果我说我是用红咖啡来加深颜色的时候，其实它的蓝看起来会比较自然，就比较不会像这个样子。看得出来吗？然后这时候我就一样，然后再加，我要加上我们的高光。这样，对，这是色铅笔。然后我用我的方式，就是我用红咖啡来加深我的暗部，然后一样这样子。但是它整颗就会这样，就是蓝蓝的这样子。你也可以像这样，也可以，它也可以像这样，都可以。你要用黑色来加深，或是用红咖啡也可以。然后我们换这一颗。一样，我如果用红咖啡，然后用好了之后，一样用我们的蓝色来压它。好，然后这时候我要来抛光，我要来调和，就是 Blender 来调和。所以调和笔啊，它可以很容易的，就是让我们的颜色吃到我们的纸张里面，就是你会发现那白白一点一点的啊，就会不见了。那你如果是用白色色铅笔的话，因为它白白的一点，还是会白白的一点一点一点。然后调和好了之后，我们就要来进行抛光。抛光之后，它就会有一层蜡在上面，所以它就会比较，就是会比较亮，颜色会比较鲜艳，而且它不会把原本的颜色啊给带走，不会像白色色铅笔一样。进行我们的高光。让大家看一下。所以这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说，你喜欢让整颗透透的，或者是说你用黑色来讲都可以。其实这样的方式就是用调和笔，它会很清楚的看见我们下面的纹路，而且我们下面的纹路都不会像这样白色的，就是用白色的那个色铅笔这样子一样，会整个就压得白白的，可能它的纹路就比较没有那么明显了。OK。那这个就是调和笔跟抛光笔的部分，然后如果就是你们可以看看，
然后再来我们的抛光笔，它除了抛光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它可以做留白的一个功用啊。例如我可能在这张纸张上面，这样看不出什么来，对不对？好，那各位看一下哦。它就会那个地方因为有蜡在上面，所以啊，它那就是纹路它就会跑出来了。所以留白它的除了这样的一个功用之外，就是如果说你今天你可能在画另外一颗，假设我画另外一颗。然后我用我的抛光笔，我想要在这个地方留白，然后我用我的色铅笔。你有没有发现，它这个地方，它就颜色比较不容易附着的上去，它这边就会变得比较淡。所以抛光笔啊，它除了抛光之外，它也可以当做留白来使用，因为它会不容易上色，它颜色是上不上去的。所以也就是说，当你抛完光之后，你要再加上颜色的话，你就需要很用力，而且它会不容易推开，它就会这样子，会一整块，就会不会像上面这边，就是你可能在画线条的时候这么的顺。就不会像这样子这么顺，因为它这边有一层蜡，所以抛光笔啊，它除了抛光，它还可以当做留白来使用。那我的抛光笔跟我的调和笔就到这边。那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影片啊，就是要记得请帮我订阅，然后帮我按赞。好，那我们就到这边了。